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女二李凯新现辱华风波，黄日莹血泪换角内幕曝光。2025年的古装剧市场本应是诚意主演的《赴山海》与肖战领衔的《藏海传》双雄并立、激烈交锋的战场，却因一连串的争议事件，让《赴山海》深陷舆论漩涡，播出之路布满荆棘。这部改编自温瑞安经典武侠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承载着诚意一式三角突破性表演的武侠巨制，如今却因女二号李凯欣的辱华言论面临延播危机，而其背后牵扯出的换角内幕更令人啧舌。黄日莹的血泪经历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。自《赴山海》与《藏海传》宣布同期对打以来，便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双平台预约量突破100万，社交媒体上关于两部剧的对比猜测层出不穷。网友们期待着看到诚意与肖战这两位90后实力派演员在古装剧领域的巅峰对决，更期待着两部剧能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觉盛宴。然而，就在众人翘首以盼之际，《赴山海》却因女二号李凯欣的辱华言论而陷入舆论风波，原定于5月7日的播出日期也一再推迟，双雄对决的盛况恐成泡影。《赴山海》改编自温瑞安的《神州奇侠》，讲述了现代青年肖明明穿越到武侠世界，从一名武力低微的少年成长为守护家国的大侠的传奇故事。诚意在剧中分饰三角，饰演肖明明、肖秋水、李晨舟3个性格迥异的角色，这对他的演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从已曝光的片花来看，诚意的表演可圈可点，无论是现代装的肖明明，还是古装造型的肖秋水、李晨舟，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尤其是打戏部分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除了诚意的出色表现外，《赴山海》的制作团队也堪称豪华。导演任海涛、林峰曾执导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爆款剧集，编剧刘芳则是白玉兰奖得主，造型设计陈顾芳、美术指导刘成义等也都是行业内的顶尖人才。这样的制作团队无疑为《赴山海》的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然而，就在《赴山海》即将播出之际，女二号李凯欣的辱华言论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将这部剧推向了风口浪尖。李凯欣在录音中辱骂中国人，言辞激烈，引发了网友的强烈不满。尽管他事后否认并声称录音是伪造的，但网友们并不买账，纷纷要求剧组将其除名。面对舆论压力，《赴山海》剧组迅速做出反应，将李凯欣从官宣名单中除名，并删除了他在预告片中的片段。然而，这一事件对《赴山海》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，网友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大打折扣。随着事件的发酵，更惊人的内幕被挖出，李凯欣饰演的唐方一角原定由黄日莹出演。黄日莹曾在《神隐》中饰演红娘三生时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在《赴山海》的武训中，黄日莹却不慎受伤，脸部缝了7针，不得不暂停拍摄。剧组以影响进度为由，将黄日莹换角，改由李凯欣出演。这一决定引发了网友的强烈不满，纷纷指责剧组冷血无情。黄日莹为了角色苦练武术，却因意外受伤而失去机会，这样的遭遇让人同情不已。《赴山海》的争议事件无疑给整个影视行业敲响了警钟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一部剧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演员阵容与制作水准，更考验着从业者的道德底线与危机处理能力。李凯欣的辱华言论不仅损害了他个人的形象，更让《赴山海》这部剧蒙上了阴影。而剧组在换角事件中的处理方式，也让人看到了影视行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对演员权益的忽视。《
富山海被3大官媒除名，李凯欣评论区沦陷，大量黑历史被扒。阅读此文之前，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。感谢您的支持。诚意这波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啊！谁能想到一部富山海能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新加坡籍女二李凯欣那段辱华录音刚爆出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哪个18线蹭热度的假新闻，结果前助理甩出6分钟实锤录音，那句中国人傻 X 直接把我手机都给震掉了。剧组连夜删物料的样子，活像被烫了手的山芋，官媒删博的速度比粉丝控评还快，这下可好，3大官媒齐刷刷划清界限，剧还没播呢就凉了半截。要说李凯欣这姑娘是真不简单，出道就是许鞍华电影女主，合作黎明这种天王级前辈，资源好到连国内小花都眼红。但谁能想到她私下说话这么狂？录音里那句来中国就是为了赚快钱，听的人后槽牙都咬碎了。更绝的是事发后她社交账号照常更新美妆视频，评论区骂到10万条都不带关的，这心理素质不去当特工真是可惜了。现在回头看看富山海的选角就透着蹊跷，剧组放着那么多内地小花不用，偏要找个外籍演员演女二。要说没点资本推手谁信啊？听说当初为了塞他进组，投资方差点和导演掀桌子。现在好了，官媒直接点名除名，3亿投资眼看着要打水漂，欢瑞影视的股票绿的都能当护眼屏保了。吃瓜群众这回可算开了眼，李凯欣那些陈年旧料被扒的底裤都不剩，亲爹吸毒坐牢改开出租，自己跟选秀爱豆谈恋爱被拍死不承认，和霍建华贴头合影惹怒林心如粉丝，这哪是演员简历，根本就是法制频道素材库。最讽刺的是他去年还在采访里说自己最爱中国传统文化，转头就被扒出 ins 点赞台独网红，这套阴阳人操作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现在最惨的还是诚意，好不容易有个能跟《藏海传》对打的大制作，现在别说分蛋糕了，能不能播出都是问题。粉丝群里哀嚎遍野，有人算过这是他2年内第2次被合作演员拖下水。要我说内娱这圈子真该摆摆锦鲤，挑剧本不如挑队友，谁知道哪个猪队友突然就爆雷呢？官媒这次反应倒是挺有意思，人民日报删博删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，央视直接踢出待播名单，连新华社都默默撤了预热稿。要搁以前可能还观望2天，现在直接快刀斩乱麻。看来这2年整治娱乐圈真不是说着玩的，管你背后站着哪路资本，碰到红线照样咔嚓。倒是台湾省和外媒看热闹看得起劲，某绿媒标题直接写大陆封杀新加坡艺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搞文字狱呢。李凯欣老家新加坡的媒体也来掺和，阴阳怪气说言论自由受打压，这话说的我都气笑了。拿着中国市场的饭碗骂中国观众，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现在最头疼的肯定是剧组，爱换脸技术再成熟也就不回口碑，更别说外网已经拿着李凯欣的言论当枪使了。要我说当初选角的时候但凡多做点背景调查，也不至于闹成这样。现在倒好，从导演到制片都在装死，只剩网友在官微底下刷抬走吧的表情包。这事儿说到底还是给行业敲了警钟。捧外籍艺人不是不行，但起码的搞清楚人家是真心来发展还是来捞金的，别整天想着国际化，结果招来个祖宗把锅都砸了。你看李凯欣被扒的底朝天之后，那些力捧他的资本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早干嘛去了？说来也魔幻，一个不温不火的女二能把顶流剧搅黄，这剧情编剧都不敢写。现在打开微博全是段子手在玩梗，
建议内娱引进政审制度，建议艺人考编持证上岗。笑归笑，仔细想想还真有点道理。那些吃着爱国流量，背地里阴阳怪气的双面人，是该好好清清场了。诚意粉丝现在天天在超话里拜菩萨，求赴山海能顺利播出。要我说这剧就算能上，观众看着李凯欣 AI 换脸后的扭曲五官，怕是也入不了戏。倒是李凯欣本人据说已经收拾行李回新加坡了，走之前还在机场被拍到对着镜头比耶，这姑娘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还是破罐子破摔了。看着官媒整齐划一的封杀阵仗，忽然想起前几年某冰冰偷税事件，当时大家都说娱乐圈要变天，现在看来这天变得比天气预报还快。只是不知道下次塌房的会是谁，那些还在捧外籍艺人的剧组，现在是不是该连夜查演员手机了？李凯欣这事儿最讽刺的是什么？是他在风波后发的那组9宫格自拍，精致妆容配上某顶奢高定，评论区骂声铺天盖地，点赞最高的那条写着“穿再贵的礼服，也遮不住你丑陋的灵魂”。要我说这话虽然狠，但理就是这么个理。当明星的要是连最基本的敬畏心都没有，再好的资源也架不住自己作死啊。